有时会做一些自己知道对自己不好的事，但觉得自己无法控制自己，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做。按临床社会工作者凯蒂·吉勒斯的说法，有时有害行为和模式的形成是对心理创伤的反应。我们可以学会以有助于克服创伤性经历的某种方式做出反应和行动，但从长远来看，最终还是会伤害我们。比如，作为创伤反应，使有些人变得对他人更具攻击性，但最终却和关系、情绪调节做斗争。话已至此，就来说说5个可能是有害行为，而实际上是创伤反应的例子。社交退缩。心理学家凯蒂·吉利斯说，社交退缩是种常见的创伤反应，原因有2个。首先，创伤伤害了受害者的自尊；其次，创伤对受害者世界观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受害者眼中，世界往往是危险和不安全的，别人是恶意和不可信任的，而自己是受损和无价值的。作为创伤反应，社交退缩可能表现为花更少时间与亲人在一起，更少努力保持联系，不想出去，或当有人离得太近时，人家会紧张。猛烈抨击。除了在社交上退缩外，创伤受害者还倾向于通过猛烈抨击别人来把大家推开。心理学家塞斯 ·Z· 吉拉汉博士解释说，愤怒是对创伤的常见反应，并在创伤事件结束后很长时间内仍会持续。无法理解这一切，可能会对自己或发生的事感到愤怒，对别人没及时发现或帮自己而生气或愤世嫉俗。这种愤怒经常伴随着悲伤、恐惧和焦虑，所有这些都会使情绪非常不稳定。所以，如果有人一直在想为什么自己会无意中伤害自己爱的人，或发现自己毫无理由大发雷霆，这可能就是原因。过度劳累。有没有小伙伴强烈需要让自己忙碌不停，并在不忙时很难放松或享受，无事可做时会焦虑吗？根据心理学家布拉德·克劳兹博士的说法，这类人把工作当成让自己有事可做的方式，避免产生困难的想法或情绪，比如那些与未愈合的创伤有关的想法或情绪，因此可能会过度工作，以避免思考发生的事情或面对自己的感受，这对心理健康有害，不仅因为会让心理创伤无法愈合，还因为工作与生活平衡不佳，可能会导致情感和精神上疲惫不堪。僵住。根据 Light Stance Health 的一篇文章，僵住是一种常见的创伤反应，尤其是当创伤性质使受害者相信他们最好让自己尽可能不具有威胁性会更好时。不健康僵住反应的例子包括脱离现实、频繁走神、头脑混沌、变得情感麻木，难以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以及对尝试新事物的麻痹性恐惧。临床心理学家内森·格林博士说，找不到任何反击或逃跑方法时，长期的僵住反应可以成为一个人用来保护自己的面具。有这种创伤反应的人可能会用幻想或想象来逃避、隐藏他们的真实感受，从精神上检查压力或痛苦的情况。迎合。最后来说说迎合。这种常被忽视的创伤反应，指的是旨在取悦、安抚或讨好他人以避免冲突、伤害或压力的行为。这一现象最初由治疗师皮特沃克研究，他经常观察到童年虐待和创伤的幸存者常常学会讨好威胁他们的人，让对方满意，以此作为一种让自己感到安全的方式。有一些迹象表明，可能的迎合反应包括为别人做些自己不想过度道歉的事，挣扎着说不，难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以及对接受别人的帮助感到内疚。大家对这支影片有什么看法？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是否引起了你的共鸣？正如凯蒂·吉利斯说的那样，了解我们不适应的行为是如何根植于我们过去创伤的，有助于平生对自己更加有同情心的理解，并迈出治愈创伤的第一步。知情护理会帮我们过上更快乐、更充实的生活，不受过去创伤的束缚。所以不要犹豫，今天就和别人谈谈，或者向心理健康保健专业人士求助。如果您从这支影片中受益良多，请与朋友和家人分享，并记住，您很重要。